好，我是大毛毛稳，欢迎收看采风摄影杂志。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索尼24-105G 镜头的主观评测。叫做主观评测，是因为我不想把今天的评测做成这个样子。我的中央分辨率达到了300线左右，边缘的分辨率稍稍有一点衰。我想把这几天我自己使用的感受和经验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对这个镜头做一个全面的了解，为您今后选择镜头做一个参考。在旅行中摄影使用镜头，我觉得是要在画质、性能、重量、体积还有价格之间要做一个妥协的。谁都知道大光圈定焦镜头好，但是你作为旅行摄影不可能背着好几只定焦镜头四处游走。所以呢，厂商是否能够设计出一个性能出色、功能完美，而且体积、重量、价格又比较均衡的镜头，要看市场和产品研发部门是否有足够的诚意了。说到索尼这支24-105G OSS 镜头，我的第一印象还是不错的啊，它的功能非常全，在机身上有对焦的切换按钮，自动和手动切换按钮，还有它的防抖的开关，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功能按钮。这个功能按钮现在我把它自定为启动眼控 AF 的功能，你可以把它启动为其他的一些功能，比如像终止自动对焦，或者是启动两步优先来的，都可以自动来定义的。而且这机器手感非常的舒适，在镜头上呢，没有像其他变焦镜头有的那个变焦锁定按钮，因为在使用过程中发现它的镜头是不会掉出来的。在镜头的尾部有密封圈，这个密封圈在网站上我查了一下，它这个镜头是有防尘防水的一些防护功能。这支镜头的最大光圈是持续的 f4 光圈。有人说在旅行摄影过程中暗光线非常多，比如像我们今天在的餐厅的位置就必须要大光圈。但是呢，各个厂商对于解决这个问题的策略不太一样。比如像以奥林巴斯、松下这种小底的厂商为代表，他们是增强了机身的防抖性能和制作更大光圈的镜头来解决这个方案。那索尼因为它使用全画幅的大底，它就充分利用大底这个优势，直接采用拉高 ISO 高感这种方式来解决。我这几天试用下来发现，如果你用感光度放到比如像12800这种高感，再配合镜头的防抖，还有机身内部的防抖，可以达到非常好的暗光拍照的效果。如果机身防抖和镜头防抖同时打开的话，我可以达到手持1/8秒拍摄90%的成功率。所以说，这个在暗光下使用的 f4 光圈应当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这支镜头的焦距设定是从24毫米到105毫米，比起2470原厂的镜头和我们上期评测做的2875腾龙的镜头，长焦增加的这30毫米的焦距，在旅行中还是很明显的。70毫米的焦距，你在使用的时候发现它跟眼睛的放大倍率是一样的，并不会有这种拉近的感觉和空间压缩感。但是如果你要放在105毫米，就可以明显感觉到它拉近和这个空间压缩的感觉。另外一个，这支镜头的放大倍率是0.31倍，是在各个厂商24-105这个焦距段里边放大倍率是最大的。其实可以把这个镜头当一个准微距镜头来使用，比如像拍花、拍菜、拍这个工艺品，在旅游里边十分的实用。这是一个大大的加分项。但这个0.31的放大倍率只能在使用105毫米长焦的时候才用到。所以你在微距拍摄的时候要注意端稳相机，然后让照片千万别虚掉。说到旅行，就不得不说到这支镜头的重量和体积。相对于 G Master 2470的镜头是880克，这支镜头呢是660克。2470 ZA 的镜头是430克。给大家说一个什么概念呢？我这手里有一个将近900毫升的水，如果是 G Master 镜头的话是整整1瓶水。如果要是这支镜头的话，大概我要把水喝到这个份上。如果要是那支2470 ZA 的镜头的话，我的水要再喝一点。在旅行里边，我是宁可背更多的水，而不愿意背这个相机。所以说
这支镜头的重量。另外一个要影响的就是说拍视频的人，我们实际来测试了啊，这支镜头是可以放到稳定器上来使用的。你即使放到24毫米或者是105毫米，都可以稳定的使用在云鹤 Plus 那支稳定器上。2470ZA 也可以，但是2470 G Master 镜头就有一点纠结了。所以作为旅行摄影，不管是拍照也好，还是视频也好，都适合于使用这支镜头。很多人关心这支镜头的画质，无可厚非嘛，它是一张非常贵的镜头，它的镜头是 G 系列镜头，里面装了2个超级非球面镜片，2个非球面镜片和3片超级色散玻璃，可以说是足斤足两，完全可以喂饱我这个 A7III 的相机。据说可以喂饱 A7R3 4200万像素的这个画质的水平，但是我们没法验证，因为这里吐槽一下，我们的 A7R3 相机的卡槽坏了，送需修。墨尔本的这个维修的效率你也知道，至少要3周的时间才能回来，所以我们这边没法给大家直观的照片反映它的高像素。但是呢，我要说，现在已经是2018年了，以现在的工业水平和这个机械加工的能力，我觉得相机厂商要制作出一支锐度爆表的相机，应当问题不大。所以分辨一支镜头它的制作是否有良心，是否这个画质好，我会看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它的色散的表现，另外一个呢就是抗眩光的能力，也就是它这个机内镀膜的质量。第三个呢就是看它的光学叶片焦外的表现和它的星芒的表现。待会儿我给大家放一组照片，看看我们测试的结果。从上面的测试结果可以看出，我们对这支镜头基本可以达到专业的预期的效果，可以作为专业镜头来进行的一个使用，这方面我没有任何的担心。其实这支镜头一直被吐槽的就是它的价格，对于佳能的24105和尼康的一支24120镜头，大概1000多刀澳币就能拿下的价格，这支镜头现在卖到2100澳币，的确是非常贵了。但是我觉得很多索尼用户说，我买了一个24105的镜头，就感觉像被坑了一样。但是我说说我自己的看法，索尼在刚推出的时候就已经推出了2470F4这支价钱非常便宜的原厂的 ZA 的镜头，然后呢顺应了专业市场的需求呢，推出了 G Master 2.8的镜头，价格将近3000元，高高在上。对我来说，这支24105的推出可以认为是 G Master 的旅行版，它是把 G Master 的镜头保留它的画质，但是呢，它把它的焦距延伸到24到105毫米，为了不增加的体积，把光圈设定了 F4，增加了防抖这个功能。所以性能来讲，它完完全全是可以达到G Master 镜头，也就是所谓佳能的 L 镜头这个标准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24105这支镜头从它的产品的定位、做工、画质来讲，是完全可以，性价比非常好的一个。我觉得很多朋友就有一个问题，如果你要是想持币代购这支镜头，你去盼望它降价的话，我觉得至少你还要等2年的时间。所以你要在原厂镜头里选的话，这支镜头不管是拍照也好，还是视频也好，它的性能是非常均衡的，跟索尼 A7III 绝对是属于绝配。那给大家总结一下，到底这几支镜头怎么选？如果您是旅行和日常使用来讲呢，24105可以应付绝大场景的这个需求，它有比2470ZA 更出色的这个画质和更广泛的这个焦距段。又比240这种大变焦比的镜头呢，增加了防尘防水的设计，而且画质还要更好。而且呢，最重要的是，作为拍摄视频的来讲，这支镜头光圈是持续的，240它的光圈是可变的，你在变焦的时候光圈会有变化，这对于拍视频人来讲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对于
2470G Master 来讲呢，它呢又更轻便，而且呢是重量更轻，便于旅行这种使用。让我比较纠结的就是怎么来选择24105和之前我们评测的腾龙2875的镜头，因为我们跟这支镜头也有很高的评价。对我来讲，这支镜头选哪个跟您的使用习惯有关系。如果您更需要大光圈拍摄人像，然后呢又需要很轻巧的这个相机的话，我觉得选择腾龙是很好的一个选择。把它放在稳定器上，还有再装一个麦克风的这个可能性。选择这个腾龙的镜头，最重要的是它的价格便宜了将近40%，这对很多人是非常有诱惑力的。如果您预算充足又不在乎这点重量的话，我觉得上24105也绝对可以让您玩得非常开心。否则的话，腾龙也是一个好的选择。今天呢，给大家做一个主观的24105的一个评价。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或建议的话，可以给我们下边留言。欢迎收看我们本期的采风摄影生活杂志，我是大马猫本，请继续关注和订阅我们，咱们下期再见。